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 Rhino。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8月25号周四晚上的8点15分。看来这个上涨的剧本是提前开始了一天。今天在几个象征性利好消息的刺激下，在明天鲍威尔讲话之前，市场是大举反弹，标普正尝试回补掉上方的缺口。今天有几个象征性的利好消息跟大家一一的来说一下。第一个象征性的利好消息就是经过调整后的二季度的 GDP 折合年率下降了 0.6%， 大家欢呼鼓掌，因为呢它比预期和前值都要少一些。这个感觉就像是你裤兜里边破了个洞，你兜里的50的100的这种大票子呢都丢了。正当你沮丧的不行心疼这个钱全丢了，结果仔细一摸，你发现这个裤兜的角落里边居然还藏着1块钱的硬币你喜出望外没全丢所以呢差不多就这个感觉，负的 0.6%。今天的第二个象征性的利好消息拉动市场上涨的还不是那些大的权重，而是基础材料板块。今天的基础材料板块在标普11个大板块里边领涨市场，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提出了稳经济的19项一揽子的政策刺激措施在6月底公布的3000亿政策开发性的这个金融工具的基础上，再增加了3000亿可以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同时呢地方政府可以再获得5000多亿元的专项债。所以呢整个的刺激规模的总额是超过了1万亿人民币，相当于是1460亿美金左右。财政刺激的措施带动了全球的基建相关的基础材料板块的上行，包括昨天要是大家看这个大 A， 你会发现大 A 里边的这个股票和这个基建相关的也是暴涨。那么今天还有一个市场呢这个领头羊可以算是也是大涨特涨暴涨的，就是纳斯达克中国指数，也就是中概股。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说的是中国的安全监管机构可能即将达成一项协议，准备为在美国的上市公司的中国公司提供财务审计记录的访问权限。这个报告援引了没有指明的消息来源，说正在安排会计事务所和这些公司将审计工作的底稿还有其他的数据从中国大陆转移到香港。那么上市公司的会计监督委员会的监管机构随后会前往香港检查记录。反正是截止到我做这期节目为止我目前只看到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没有查到任何美国的官方的回应，是否接受这样的协议安排。所以呢，那么这个消息最后能不能成真到底会不会有其他的变数，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如果大家有更多的信息，欢迎在咱们的评论区留下你的这个评论。所以呢，对于中概股是否退市的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的一件事情。至于中概股的基本面需要大家自己去判断。因为呢我喜欢这个做很多美股的上市公司的股票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相对来说政策比较的稳定，对于公司的经营来讲，相对这种经营风险会小一些。所以呢中概股呢面临着很多的这种政策性的不稳定的一些挑战，包括一些政策包括对于互联网公司的监管对于行业的监管它政策有时候出得特别快没有给太多的提前量，所以呢这种风险从投资者来讲呢，我是自己能力有限把握不了，所以我是比较惧怕 A4 纸带来的影响的所以基本上大家看到我是不做中概股的。但对中概股本身的企业我没有任何的这个说他们是好还是不好，这个需要大家自己去研究，因为很多他们的估值呢我们说估值系统稳定要基于政策性的稳定如果经营的基本面发生了变化，你其实估值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的所以呢这是我的不符合我投资体系的一点跟大家讲清楚。好，这是关于今天中概股这边也是涨得相当的不错。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个表现得非常好的，或者说表现得非常奇葩的，就是半导体。今天这个半导体的股票它不只用强劲来形容，整个的费城半导体的指数涨了 3.66%，
这个指数里边一共有29只股票，其中有27只是上涨的，而且涨幅都还不小。完全呢，我们看到今天的半导体就属于硬拉，而且是一口气把22号的这个缺口整个给回补完成了，这个胃口啊是相当的大。我实在是在今天啊也找不出任何和半导体利好相关的消息，特别是最近我们知道很多的半导体公司财报发布之后都是下调了前瞻或者发布了比较悲观的一个预期，但是今天整个半导体的板块都起飞了。特别是昨天我们还讲到过关于英伟达，英伟达昨天的财报之后，今天当时是跌了超过 4%， 但是今天收盘放量上涨超过 4%， 这一来一回就是8个点的振幅。估计啊把很多这个做短线的朋友是搞的是猝不及防，非常的难受啊。不过呢这种短期的这种波动啊，其实就像我在节目里边经常和大家提到的，现在的大的市场它本身就是一个震荡市，所有的股票包括指数也好啊，它是缺乏大牛市单边上行走牛的基础的。你说它单边走熊下跌也缺乏这种走熊的动能，它至少现在还没有这种推动力，市场它不肯卖，对吧？它不肯卖，它就挺在那儿来回的甩，来回的震。所以呢如果你要是去判断短期的这种方向啊，希望这个能短线上能多赚一点，其实这个有时候啊太难了啊。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是做短线的仓位的朋友，记得见好就收啊，别太贪就行。包括我前天呢去把这个做空投机性的大盘的这个仓位平仓获利了结，结果你看现在市场连涨了2天，所以呢也是逃过了这一小劫啊，也算是没有把这个利润给回补掉。所以呢要是做长线的朋友，咱们能做的是什么呢？这种短线的这种来回的波动也没有办法，那我们只能坚守自己的底线了。你知道哪里可以去买，哪里不应该追着去买。如果不能理解的，那就回过头去看一看在今年年初发生的这些故事啊，回味一遍就知道这是说的是什么意思了啊。好，所以呢在这个半导体今天整体就是这么一个上涨的情况。其他的一些板块实际上我们说尽管今天的科技板块啊，我们看到其实也在上涨，对不对？也涨了还可以，1个多点接近2个点，但实际上它的成交量啊，它这个板块里的成交量，个股成交量是非常少的。你随便拿出几个来啊，它这个成交量都是很明显的缩量，对吧？缩量往上涨，并没有去发力。你看哪个都是一样啊，你看这几只权重股都差不多，好吧？所以呢在这个里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啊，现在呢整个的市场的上行它也并不是那么的稳健，反弹允许，但是持续单边走牛的基础其实基本面上还是缺乏的。好，讲完了这个之后呢，我来说一下关于大盘指数现在面临的问题啊，可能大家会心里边更多的有一些这个规划。现在的大盘我们以标普为例，它现在面临的主要就是3个阻力。第一个就是刚刚在22号跳空的这个缺口啊，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阻力。第二个就是不断下压的200均的这个心理关口，因为现在200均是在不断走低的，会离市价即便再横盘的话，后面会越来越近啊，离这个200均。再有呢就是更高一些的4400到4500点的反转结构的压制。在没有突破这3个短期的压制之前，每往前上涨一步，市场做空和保护的仓位都会逐渐的放大。这个和8月10号到16号这一段发生的故事是一样的。之前我在这段时间和大家展示过关于期权市场的未平仓的这个 put 和 call 的这个比值。前几天市场短暂回落之后，这些比值呢是略有回落，现在又开始逐渐升高。但是呢如果市场真的是一鼓作气突破了上方的这3个位置，那么市场的情绪反而会变得更加的乐观，看多的资金和情绪都会占到上风。我相信到时候做空和保护的仓位反而会降下来啊。如果后面真的发生了这个突破的剧本，我再给大家
再展示一下这一段时间整个的期权的这边的未平仓仓位的一个细节变化，我们来加以验证，你看看是不是在突破之后从现在的高位降下来了啊。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个地方目前呢看空和加保护的人很多，突破之后反而市场能够有效的往上去上行，上行到多少呢？我在5月底的给的这个位置3994到4882的标普的这个2022年的波动区间目前依旧有效啊，现在这个地方依旧有效，现在的点位是4199点，所以如果回头在年底的时候涨到了接近4800点啊，大家也不要觉得太过于奇怪，或者年底的时候微跌一点，跌到了将近4000点附近，或者是这个3800点啊3900点，大家也不要觉得特别的吃惊，市场呢就是这么去定价的啊。好，这个呢就是目前对于标普的整个的走势的一个简单的讲解。另外呢，对于我个人的持仓，好久没跟大家讲了啊，因为最近呢是该减的减呢，该这个已经这个做的就已经做完了，该加的呢还没到位置。那么我今天呢还是给大家讲一下有4只股票我预计会去减仓的位置，然后再把特斯拉的这个点位，它不是拆股了吗？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全新的更新。好，首先第一个要减仓的位置，这个是 Meta 我是准备要调仓的啊，它是调完仓之后后面不加啊，不像有的股票我减完之后保留底仓，后面我会去加。那么 Meta 是准备调仓，横向去把它调到仓位分出来以后匀到别的股票身上，因为我讲过这个道理，那我做的呢是希望能够做相对更加稳健的，由于它的不确定性更高，所以呢那我就横向去调一调。好，那么它的这个调仓的预计的位置还是在185到215块钱，这个地方前几天实际上有到过这个地方啊，有到过2次，但是呢都是位置太少了。我理想的位置，我希望它能够接近200、215，再去把它减掉，那是最舒服的一个地方。但它就刚刚摸到什么184、183这种地方，让我是犹豫再犹豫，一犹豫呢又下去了就没办法，所以继续等待。它如果到不了怎么办？到不了继续等啊，先继续等，因为它的估值现在就这样，要跑呢它也跑不了太远了啊。你要说它要深跌，再深跌多少呢？其实也就那回事了啊，也不会说有太大的想象空间。希望呢它是往上去涨了给我调仓的机会。如果大家愿意长期去持有，面对这个未来的不确定风险的，你可以参考这个前瞻估值的情况，对你未来呢做一个这个安排。现在从前瞻估值的角度来讲，市价168块钱，很显然并不算是一个很贵的价格啊，或者说是一个长线来讲风险已经释放的差不多了，没有那么高的一个价格了啊。这是 Meta。 好，第二个要减仓的是微软也是上次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啊，295到315，这是我预计想要去减仓的地方。上次摸过一次，但是也是下手软了一点，慢了一点，还是希望多拿一点点啊。结果呢，一头就往下扎，一个猛的扎下去了啊，现在就没法减。如果最近几天，特别是明天鲍老爷子，如果也非常给力，把市场顶着再往上走一走，那么到了上方295到315，我会去减仓。目前呢，我是 4% 的一个持仓成本在251.3块，后面呢减完仓之后到下方我还会再加回来的，还会再买回来啊，所以它不是调仓，它只是部分仓位的滚动，为了降低底仓的持仓成本。好，然后第3只要减仓的股票就是今天逆势疯狂的英伟达这边，我在之前的180上方减过，如果这一轮它还能够继续往上，伴着这一轮整个半导体起势的这一波这个非常猛的这个趋势，再次去到185到207的区间，我会在这个里面再去减。虽然仓位已经不多了但是还是能减一半的，还是可以把利润更多的落袋的这个没有问题。减完之后等它回落，未来再去加回来它的基本面昨天我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我认为英伟达是被高估的它现在的情况无法匹配它现在的这个增速的预期。好，然后还有一个是特斯拉呢，首先我把这个位置跟大家做一个更新哈。它今天拆股的第一天开始交易，所以呢一下就是200多块钱了。那么它现在的激进的位置因为我这边首先到我现在的持仓是 2% 的 198.9 的持仓成本，激进的位置这个地方我不想加仓我想在下方的210到250去加仓，想到下方的136到155预备加仓的位置，这是提前做的仓位规划，到不到得了我真不知道
啊，说不定它一辈子也到不了这些地方，但是那没关系啊，这个后面如果估值有提升，我再去往上去走就行了。这个加仓这些位置基于的是什么？之前跟大家也非常详细的做过相关的基本面的分析。如果现在不是因为热度的问题，它是一只非常普通的路人甲股票，那么它的合理的交易价格133到200块钱是正常的。但是谁让它不是路人甲呢？对吧？它现在是这个导演啊，是市场的这个编剧，所以呢，我们说它呢还是要给它一些提前量。它现在一般来讲都在提前2年的价格做交易啊，特斯拉。所以我把这里提前2年的交易价格也写到这儿了。2023年合理的价格是300附近，2024年合理的价格是366附近，这都是它提前2年的交易价格。按照大家自己的这个规划咯，你就愿意怎么做怎么做。但是按照我来讲，我是希望把所有的成本继续控制在拆股之后，拆股之前是600以下，拆股之后控制在200以下，这是我的一个目标。现在呢，我只有一个 2% 的持仓成本在200以下，离我分配给它的仓位还有很多，所以还需要一些时间慢慢的去做。所以这个就是特斯拉目前更新过的一个位置，它的减仓的位置我预计还会去减的是在上方的328到370块，到了这里我会预计会再去减一点点仓位啊，再去减掉一半，然后到了下方加仓的位置，能加的地方我再去加回来，到不了就拉倒，到不了未来估值提升再去重新做一个调整。好，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那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